陆局，陆局。工作上取得了一点成绩，不许骄傲，还得继续努力啊！行了，爸，你都说了一路了，先回去吧。行了啊，快点，拜拜。哟，陆公子。从小到大，我见过太多的英雄了。啊，能记住名字的，不能记住名字的，拜拜。也有熟悉长相的，或者只是一面之缘的。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英雄，势必是因为他们为普通人带去了希望，但或许也为自己带去了绝望。没有人愿意当一个弱者，没有人愿意被遗忘，更没有人愿意永远地活在夜里。当人生充满了抉择，在绝望和希望之间，我们还是会选择那个最阳光的方向，因为成为英雄，阳光会把它照亮。你要是回办公室呢，就把这个带回去，密码是570409。胡队，我刚从总队回来，怎么听说他们这次没给你记功呢？可说呢。抛开程序完全合规不讲，咱兄弟们可都看着呢。当时确实情况危急啊，要不是你及时把这嫌犯给击毙了，咱们肯定有伤亡啊。哎，你小子这回可立了功啊！我就说嘛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。那是您当时不在，要不是秦队拼了命的来救我。对喽，知道那家伙为什么是英雄吧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小子也算活下来了，不赖。就这么多啊。哎，对了，刘迷还没回来。这孩子也不知道到哪儿疯玩去了，嗨，真不省心。马上就得啊。行，哎，小六啊，哎，嫂子给你倒杯茶。我自己来行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客气啥？谢谢。好嘞，好，你先喝着啊，我后边忙活啊。哎。千万别说咱俩是江边偶遇啊！程岩死了。是。江淮杀他，应该是为了灭口，但是你又把江淮杀了，所有知道线索的人都死了，线索断了。行动报告你没看吗？大家都在，现场不止我一个，前后左右所有细节，那么多眼睛盯着呢。当时我要是不开枪的话，我看了，而且我还看到你专门用手上的92换了54，
我还看到，在鸣枪示警的时候，那么巧，就有一发子弹卡了膛，这些细节我都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调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简单，但是我也能看出来，你是受人指使的。胡队长，请问，在背后指使你的人到底是谁？是我。金枝，哟，陆哥，哎，一人玩牌呢？啊，孤单寂寞冷啊你。哎，陪我玩会儿啊！啊，哎，猜牌子，猜对一张100块钱。你说的啊，这成啊！来，怎么玩？这张是什么呀？不是陆哥，你得说有个规矩啊，玩牌得有规矩。梅花3。这张是什么呀？陆哥，你这是打算让我生猜呀？50多张呢，我猜给谁看呀？黑桃8。最后一张，这张是什么呀？得了，陆哥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玩我呢吧？要我说呀，这张是方片3。哎，我再给你猜一个啊。你说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不是就那案卷目录吗？没错呀，跟上次一样，你又猜对了。这就是那案卷目录，这是所有案卷里头不能公开的附卷里头唯一可以不装订的一张。哎，案卷目录掉地上了。那天你怎么看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卷宗里的案卷目录呢？你既没有透视眼，又不是干公安的，你怎么可能2次都一语中的呢？金枝，我知道你很疑惑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你、我还有彪子，我们是同一阵营的。714之后，在你住院恢复期间，初步调查已经完成。局领导在班子会上做了内部的讨论，基本确定了案情的疑点、后续调查的方向以及跟进的手段。你大概也知道，枪战之后另有人，现在看来就应该是江淮，进入了现场，挨个补枪，为的是不留活口。但由于你阴差阳错的存活下来，打翻了背后主使的如意算盘。那所以说，我就是个诱饵。你既然成为了敌人的缺口，那很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调查入口啊。一方面，我们终止了714案件的调查，是避免打草惊蛇；另一方面，督察的专案组没有解散，是做做样子。理论上，这是2种完全相悖的举措，但是还好，虽然也有人质疑，但没被捅破。还好，做做样子，你们把邱东阳搭进去了。这事儿我跟他一个意见。是啊，北站的布控行动他本不该参与的，既然去了，那风险就是一样的。你秦池不也中了一枪吗？啊？哎，多亏那一枪打在防弹衣上了。老邱也穿防弹衣了。彪子是总队最优秀的特勤人员，常年从事渗透工作，在反黑和缉毒上都很有经验。再加上面孔陌生，系统里多有不认识他的，派他来，就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计划特别周密？可是你们想过吗？把所有知情的人犯全射杀了，
线索断了。是啊，提起这件事情我也一肚子火。刚才和你说了半天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我这趟来就是为了销胡一彪的。好吧，我们大家都摊了牌了，以后我们共同努力，好吧？江淮虽然死了，但是围绕他的经济情况、社会背景、住所，还有通信记录等等，总会找到蛛丝马迹的。啊，还有，在行动结束前，你们两个继续担任西关支队的正副支队长。但是行动失败了，您这个双正职的位置，怕是也保不了了。秦池，我理解你的愤怒，没有事先把行动计划告诉你，主要还是为了能让你表现得更自然一点，尤其是在你的思维和记忆状况都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局里必须以行动保密为优先考虑。但是我可以代表局里表态，在714龙华路枪击案中，组织上相信你是清白的。秦队，你讲，案卷找到了，找到什么案卷了？龙华路仓库714枪击案的案卷。不光是找到案卷了，你们跟陈曦那伙人的遭遇，大概所有的事情全都搞清楚了。文案工作我做了那么多，这么长的卷名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也怪我，714那天把这个案卷搞丢了。没人听你谢罪，说正事。半年多以来，秦队你们都在调查这个黑势力团伙。根据案卷显示，孙队和吕队负责部署，秦队负责实施。因为保密调查，上至梁局，下至队里的兄弟们，没有人知道实情，也是为了保护特情人员的安全。咱们一直认为策反成功的情报人员就是程岩。看来这问题就出在程岩身上。这些光盘里头有秦队和程岩所有的通话记录。听完之后，不难发现，是龚永年利用了程岩的身份，设下埋伏，打算在龙华路仓库杀害我们所有的专案组成员。姓龚长什么样？这个就是龚永年。因为保密调查，这个未结案只有1本卷宗，所以说除了专案组的人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实情。程岩才敢这么去恐吓秦队啊！好在这本案卷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疑点。要是没丢的话，就什么疑点都没了。哎，从你手里窃走案卷的就是那串8小王子吧？是。那黑帮老大不收这种小崽儿啊，是因为钱还是女人啊？他赌球欠了高利贷，而放贷的呢就是龚永年的手下。这小子看到卷名以后，本来想拿这卷宗去抵债的，结果没想到人家另有打算，根本没把他放眼里。幸亏他心虚，没把这案卷给扔了，不过苦了他爸妈了。廖汉森那2口子是。秦队、胡队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处置他呀？你说，按理说偷本案卷也不是什么重罪，而且他的这种行为跟龙华路的行动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所以，那你觉得后续调查里，邱东阳这一节只算在江淮的头上就够了吗？收押，我告诉你，谁阻挠这个案子，一起收。从这个调查案卷上来看，龚永年实际掌控的是一个非常庞大、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的犯罪体系。不管是被灭口的程岩，还是已经伏法的江淮，都可能是他的骨干。这孙子蒙他不了几天了，可以开始打击行动了。
就是说，你们想调动的，不仅仅是西关刑侦支队的警力，而是打算调动西关分局全部的警力，去打击龚有年所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窝点，是吗？不是打算，已经在执行了。啊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，不过行动以后，我已经追加了批准。王局，下属分局正副支队长和主管副局长都先斩后奏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来，小秦，坐。好吧，情况都摊到桌面上了，我想大家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。无论是西关支队之前的保密行动，还是后来局里为了调查714枪击案安排的保密行动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陆局啊，西关分局是否支持自己刑侦支队的行动，这是他们的事情。你看，两位正副支队长连夜赶来向咱们汇报情况，是希望得到刑警总队的支持和援助。你尽力配合他们吧，好吗？好，不好，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总队的支援。那你是想？我们是想来找您。你不会是想让市局下命令，协调其他分局的刑侦支队也参与进来吧？不只是这些，我们还要巡查总队、治安总队，以及所有涉及外勤的行动总队的支援。简单一句话，我们要的是京港市全城范围内的所有警力的全力支持。青年赌资。让我带回去。是，赶紧上车。下车！下车！赶紧下车！下车！下车！技术检查。第一排长，是。现在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模拟考试的日子，我缺考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请家长。可是我已经没有家长了，连那个能冒充家长的人都不在我身边了。我哥希望我读书，可能还希望我做个正经行业，长大嫁个好人家什么吧。可问题是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。
你说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应该问他吗？他要是不管我怎么办呀？哎，你能不能别回趟家搞得跟诈尸似的？去收拾收拾东西，你的和他的。这2天你们跟我到支队去住，我已经让人给你们腾了宿舍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对，是出了点小事，很快就会解决。但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，这2天你们就别住在这儿了。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，主要是这2天是模拟考试，你这么一……你不是也没去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考不考试，是不是继续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是为了撇清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在你这个年纪，你应该学会为自己做决定了，只要这个决定是无害的，既无害于你自己，也不会伤害别人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可以走了吗？吃个早餐也能把准考证落摊上，我看你啊，真没兴趣考试。谁知道啊？谁他妈知道警察会去查啊？以前都没这事儿。朱哥，老板，老板，今天早上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你们当中有不少人啊，都是跟了我很多年的，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公安把矛头指向我们，不是1次2次了。而我龚永年可以挺到现在，就不可能轻易的被放倒。所以啊，大伙再忍耐一阵子，顶住压力，我也会采取一些处理的办法。像这种风头啊，总是隔一段日子啊，就会来一阵，会过去的。老板，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生意档口都被封了，多一半的弟兄死走逃亡。当然，我们哥几个跟您肯定是一条心的，共同进退。可是底下的孩子们跟着咱是要吃饭的，我们能忍？孩子们这段时间可吃什么呢？管好你们各自的人就可以了。秦队，我帮你。来，龚永年的家人已经全部移居海外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掌控了所有他在国内的联系人，监听了所有联络过的电话，冻结了所有可能跟他有关联的房产。我帮你。
说结果。结果还是没有查到他的下落，也不知道他是否离开金港了。你们两个抓功夫吃口饭，继续备勤。截止到现在，联合执法行动已经端掉了他的大部分窝点，向阳支队和总队现在还在行动。至于咱们呢，兄弟们已经连轴转了1天1夜了，有的现在连口饭都还没吃上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是让他们继续行动呢，还是让他们以轮班的形式稍微休息一下呀？做了多少副本？好多呢。那样的错误再也不会犯了。哎，我怎么给队里下命令呀？哎，冯警官，夏老师，开会前我本想找你单独聊聊的。哦，那天是你去找我。临时改了主意，还没有跟你说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现在看来，我的确应该早些跟你谈才对。我找你，更多是因为秦池症状的发展，从生理和心理2方面都涉及到。你找我，大概是因为今天看到他在会上的表现吧？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和他症状的发展有关系吗？肯定有关，只是不好说哪个是因，哪个是果。还是生气我没参加模拟考试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理我？龚永年，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？哎，你当我是空气呀？你哦什么呀？回答我问题。你是不是1天都没抽？我看，哎呀，我来帮你，你肿这么大一次肯定抽不干净。我没有任何嫌弃你的意思啊，只不过就是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，不太想给别人添麻烦的。这段时间太忙，也没顾上跟你多交流啊。主要是对破案也没帮助，尤其是抓龚永年这个事情。这个人是一切的源头，你父母、你哥哥，还有我的战友同事们，所以抓到龚永年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当然，其实我现在也没有确定，说他到底有没有亲手做过什么。他一直躲在幕后，操控各种人，达到他的目的。不管他为了什么，也不管我们为了谁，一定要抓到他。等抓到他那天，
我们，尤其是你，我们真的应该为未来重新做个选择。所以，在我整个这次抓公务员的过程当中，我建议你多为自己打算打算。其实你完全可以抛掉自己过去所有的依赖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爸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我做个力所能及的选择，尽量不要再去麻烦其他人，尤其是你。你还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会一直帮你，直到有一天你不需要我的帮助为止。那好啊，我现在就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你讲。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，如何才能让我跟一个总想把我踢开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？莫医生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上报给局里？因为他的临床诊断更多的是一种推测，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医学证明证实这种恶化可能的唯一性，而且关乎到颅内病灶分析，也没有哪位专家敢妄下定语。他是怕承担责任吧？有可能，但我相信他作为医生的审慎态度占的比例会更高。说穿了，这是个风险性的问题。任由秦池从事一线工作，透支身体，那么出现严重恶化，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可能性也就会更高。那现在这个情况下，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呢？随着市局诱捕行动的公开，局领导对714案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在这起案件中，针对秦池调查的部分已经结束了。是的，会后王局给了口头指示。这是我向委托机关，也就是你们的局领导提交的2份评估建议，针对的就是副支队长秦池。王局他被评估对象有程度渐进的自毁倾向。你是说秦池的状况类似于抑郁症，甚至会有自杀的可能吗？这是一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，这种症状普遍会出现在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的身上，表现为对同伴的死亡和自己独自生还的事实抱有某种强烈的愧疚感。当然，我也夸大其词了一些，希望起到能让他休息一段时间的作用。现在行动的总指挥、总负责人是王局，
你我的工作也全都是对他直接负责。如果他不点头，我们还能怎么办呢？抓差班不是突击复习考试，如果靠夜就能查出线索，那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了。要依了我呀，就你这种作死型的现职干部，根本不需要保护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最好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医院当植物人那会儿。哎，现在您能下地了。 不是到处瞎跑，就是到处玩命。白天呢，你折腾完了，晚上还熬夜。那姓龚的可能很想让你死，你是想随了他的愿吗？跟你没关系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金春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一半天你把那姓龚的逼得狗急跳墙了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领导是再三的叮嘱我呀，白天辛苦点我也认了。 你大半夜的，您就不能消停会儿啊？啊，服从上级安排，懂吗？油盐不进是吧？不是，谁啊？胡队，你跟谁说话呢？那个看见秦队了吗？ 秦队，情况也都跟您说了，兄弟们实在是太累了。这个是外勤轮值的名单，您看给他们批一下呗。不是你们这两个领导有一个正常一点的吗？公务年下来找到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没有轮休不批。 不是胡队，胡什么队？胡队！我告诉你，小陆，总队现在就是没顾得上。就你丢案卷这事儿，后续肯定是有处罚的，弄不好轻了都是停职，知道吗？趁现在还在职，好好的享受享受工作，